环球大战线深入世界最前线，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叶思敏，欢迎来宾陈立伟、蔡正元、蔡委员。思敏好，大家好。前国安会副秘书长杨永明老师。思敏好，各位朋友好。前海军舰长吕吕诗舰长。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观众朋友，今天节目一开始，今天的大主题就是要来关心这一场中美之间的关税战了。这一回，川普针对习近平掀起的稀土报复战，针对中国课征100%再加征的这个高关税，希望能够震碎供应链之外，现在艾斯摩尔也在中国的禁令之下恐怕卡关了。中国也亮出了它的锂电池杀招 ，AI 的时代，美国被掐住咽喉，会不会自断生路？今天都会一起做解读。首先，节目一开始3个火线话题带观众朋友来看到的是，确实现在可以看到在稀土上面已经开始开战了，而这个川普看到习近平开战之后，是一口气针对中国再多加征了100%的关税，另外呢还要封锁中国的软体做全面的出口啊，那么全球的供应链瞬间拉起了警报。但是在此时此刻，我们看到英国的《金融时报》是很酸了，说川普啊，你要针对这个中国加征的100%的关税，要等到川习会之后才敢下，你这个是强硬吗？我看你这根本就是退缩吧。第二点，今天要来关心的是，除了限制稀土之外，北京也亮出它的锂电了王牌了，并且回复美国，他是说呢，我们中国大陆是不愿打也不怕打的。中国反手管制稀土跟锂电池，接下来对于美国的 AI 晶片会不会造成它全面告急呢？这是第二个问题。再来，在缺乏稀土的状况之下，我们看到艾斯摩尔跟台积电也都中弹了。尤其是荷兰的这个曝光机艾斯摩尔，它的出货恐怕会延宕。另外，稀土所需要的晶圆的良率恐怕因此下滑了。稀土的稀缺会冲击全球的晶片生产线。今天我们都会一起做全面的解读。首先，节目一开始我们要来关心，就是川普10日正式宣布的对中国的100%的高关税，同时针对软体限制它的出口。当然了，这被视为是川普针对 AI 跟半导体时代最凶猛的一击了。当然，中国也不是好惹的。北京迅速的在12号立刻是做出了最新的反击。他说呢，会把锂电池除了稀土之外，锂电池的原料一起纳入严格的审查当中。10月13号这边我们来看到，别担心中国，习主席只是心情不好，这是来自于川普的最新说法。我不想让他陷入经济萧条，所以呢，我们美国啊，其实想要帮助中国的，被视为说川普的这一席话是不是要对中国再释出软化的一个讯号呢？之所以这个川普会害怕，就是因为现在大陆手上握有2大杀招。今天我们要特别关心的就是刚刚提到的稀土跟锂电池。首先，如果没有锂电池会怎么样？电池的链崩哦，因为美国现在65%的大型锂电池全部来自于中国。如果没有这些锂电池，我们看到美国想要发展它的 AI， 或者是它的这些 AI 伺服器，一直到资料中心，甚至是电网、能源的发展都会受到影响。尤其美国呢，在未来的几年之内，它的电量的使用量其实是翻倍在成长的。这是针对于锂电池对这个中国对美国的限制。但是如果是晶片，如果是稀土的话，就会造成晶片的断裂。首先，稀土是良率跟性能的隐形关键，将会冲击到这些高阶晶片，不管是英特尔，不管是台积电，或者是三星的晶片制造等等。最后，我们来关心的就是军工产业也会受到威胁。目前，美国80%的稀土永磁是依赖中国的，这将会牵动的是美国不管在 F-35战机的发展，或者是它的维吉尼亚核潜舰等核心武器的生产线都会一起受到严重的影响。所以在此刻，美国的国防部当然是非常的担心了，他们决定要摆脱对于中国的依赖，不让中国再垄断了。所以最新川普也祭出了说要做反击，国防部宣布要来撒10亿美元的这么多资金在国内自己做稀土来扫货，但是看到的问题就是推高了国内这些厂商的这个股价哦，包括了 MP Materials 股价暴涨了400%，另外一家厂商也是暴涨了300%。但是分析师直言，就算美国国防部撒了这么多的钱，
制定采购量，但是在5年之内啊，他下的这个单恐怕都是无法真的做出来的，量实在是太大了，而美国的能力有限。来看到《金融时报》的最新报道，他说，川普11月1号才敢对大陆课征100%的高关税，等于川普再次的退缩了。那么 AP 这个是美联社，则是说呢，美中的贸易战紧张程度已经从休战正式回到了全面的沸腾哦。今天节目一开始要请教吕舰长怎么看了，当稀土锂电池的管制同时进行，对于美国接下来 AI 半导体的影响会有多大？其实我们看到啊，这一次在单独1天之内，中国大陆商务部它就寄出了7项的这个命令啊。那这个7项的命令，其实最重要的也就是第61号跟62号的部分。那61号跟62号，也就是对于你使用的对象，它都加以管制。然后也就是如果你是军工产业的话，就变得以后就是想都别想。那当我们看到这整个部分的时候，其实它甚至对于中重稀土，它也开始进行管制。也就是例如说，对于火啊、对于锗啊这些开始进行管制。那火到底是在做什么的？火其实它也就是我们看到有关于一些医疗用品，它例如说肾结石或尿道结石，那其实它里面需要的一些这些稀土也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火。那锗的话更为需要，为什么？因为锗也就是我们讲到一般的核子反应炉，它中间的一个反应器，它所需要的这些稀土元素。那当然，这些稀土元素呢，现在种种的管制，为什么中国大陆都可以打得那么精准？也就是我们之前讲到，中国大陆现在要求每6个月，它就要重新检讨一次。那结果它检讨的时候，它发现了一件事情啊，也就是从去年开始管制之后呢，然后我们看到这个比较深黄的部分是泰国的部分，比较浅黄的部分是墨西哥，也就是反而是墨西哥跟这个泰国加大了进口稀土的部分。那它这个稀土是它自己需要用吗？好像也不是。为什么？因为它直接的对美出口的管制，对美进行转口的贸易，也就是说，它其实只是中间的一个转口商而已。这个也就是告诉我们为什么中国大陆它要这样运作，也就是它现在发现了，然后所以也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它对于如何出口，你出口的对象它都一一的管制。那但是我们刚刚主持人特别讲到说，美国在它的国内大扫货有用吗？其实没用。为什么？因为我们光看啊，这个是之前无论是镓、锗或锑，那自从开始管制之后呢，中国大陆开始管制之后，这个价格就不断的往上涨，而且没有回头的空间。那如果说我们对应来看啊，这个稀土的矿藏啊，那当然，中国大陆不是唯一，可是中国大陆却是冶炼出来最重要的部分。为什么？为什么呢？因为其实我们看到啊，那个有关于中国科学院的这一个徐光宪院士，他在1971年的时候，他就已经进入这一个稀土的这个领域，而且他不是一个人在做，他是带着一个团队在做，然后除了团队之外，还继续扎根在大学之中。那现在美国说他想要这样，他想要那样，但是其实真正最重要的就是他如何的厚植他的人才。可是他人才现在我们看到啊，这个等一会儿我们会谈到有关造船的部分，他连造船都不愿意了，那他们愿意来做稀土吗？稀土其实本身是一个污染性很高的产业啊。是。那其实我们看到啊，对于川普来讲，他又证明了一次他也就是 Trump always chicken out。那他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他说，这是他的书《交易的艺术》里面，他讲说最糟糕的做法，也就是表现的不顾一切要达成交易。他现在就是想要给中国大陆一点抬头看看，但是中国大陆不吃这一套。那中国大陆为什么不吃这一套？因为中国大陆已经除了锂电池之外，它现在有钠电池。钠电池是下一代的产物，
那这个宁德电池已经推出了。好，确实哦，所以这个中美关税战打到现在，可以说是从暂时休兵，现在回到了全面的沸腾。那刚刚提到了嘛，川普寄出的100%关税，一直都是要到这个习川会，他认为是见面之后才会来正式生效，被外媒形容是政治上面的退缩，不知道委员怎么看？另外就是中美关税战现在升温哦，中美到底现在谁比较占上风？尤其是现在大陆卡着它的稀土，卡着它的电池，委员怎么看？中美两国在打这种贸易战或科技战，有一个很大的特色，就是双方面都要提高筹码，但是啦，都预留有谈判空间。中国大陆如此，美国也是如此。我们举个例子，他现在中国大陆端出来的稀土跟锂矿的这个管制，它实施的时间也不是马上开始，也都是排在 APEC 之后。为什么？就是你美国对我不断的实行各种制裁，那我忍你很久了，我一定要反击。可是反击呢，留有时间，留有空间，我把时间压在后面。他甚至有的是压到明年1月1号去。好，这个叫做什么？这个交易的艺术哈，这学川普的谈判的艺术。那川普刚开始很气啊，因为一进白宫，这个媒体马上堵麦问他。这个中国对你这个稀土啊严格管制啊等等，他一下子懵了。他说：“你是问问贝森特跟鲁特尼克，他们一个很好的办法，大概晚上睡不着就马上发表意见。中国我加征你100%的关税，哇，大家都沸腾起来了。就第二天早上他马上改口，等到我们见完面再说。所以双方面就是边打边谈。那中国立场一向是抓得很准。”他很准的地方在于说，要谈大门开着，要打奉陪到底。那现在开始反击，奉陪到底。那川普也要面子，可是双方面都知道，这个打下去对双方面都没有好处。但是也很明显的，这样的打法谁撑得下去？中国撑得下去，美国撑不下去。原因在哪里？今年不是有打过一场100多%的关税了吗？那一场关税一打，结果发现到美国经不起压力测试，中国的压力测试顺利过关。今年中国对美国的贸易大幅下滑，贸易逆差、顺差也都大幅减少。可是中国大陆整体对外贸易以及顺差还都是成长，那这表示中国大陆虽然承受一点皮肉之痛，但是已经成功的把外贸市场分散到其他国家里面去。而相对的，美国呢？不只是皮肉之痛，是伤筋动骨。他最后只好叫这个贝森特，你赶快到这个瑞士去追这个何立峰。哎呀，你赶快到伦敦，你赶快到西班牙。就是他知道再弄下去他的选票会有问题。而中国大陆基本上现在当然经济没有办法像以前打贸易战那么好，但是基本上还有相当的稳定。那这个看起来美国就慌了，因为它有选票的压力，这两边差距不一样的地方。另外就是说，现在到底打到这里，谁比较占上风？老师又觉得呢？美国的《华尔街日报》在10月9号大陆提出61号、62号公告之后当天的报道引述一位智库的学者，他的评论就是这是一个经济核战。也就是说，中美之间，当中国大陆祭出稀土全面性的管制之后呢，那打到了美国最痛的地方。它不只是痛，它甚至是被卡脖子，会让你暂时停止呼吸，甚至会让你整个 AI 产业崩解的一个这个措施。因为在10月9号到10月10号连续2天的几项的公告当中他把稀土所有的成品、技术、制程、数据，甚至海外的这些人员，还有呢，如果有产品输出到第三国，那里面这个产品虽然它不一定是稀土产品，但里面稀土的含量的价值是这个产品的1/1000，也就0.1%的时候呢，也要经过管制。对，所以这种延伸管制呢，其实它就变成一个全面性的掌控。那但它并不是禁止出口，它只是管制。所以这个完全就是主动权在大陆这一边。美国这边回应的100%的关税，那不可能做得到，
因为在4月的时候，川普就已经145%，记不记得？而现在的中国商品出口到美国大概就30%到50%，你再加个100%，那不就回到145？那他那个时候5月的时候为什么要降？因为他发现到那所有的美国架上的商品可能有6-7成就没有货源了，因为整个全球包含美国，它的供应链还是来自于中国大陆制造的商品。那 AI 的部分呢，会受到什么影响？就是芯片，好，还有呢，也就相关的这些电路啊等等之类。因为不要忘记，这一次虽然讲的是稀土，还有锂电池，可是之前还有几项稀有金属，像镓、像锗，哦，比如说我们最近看到的，中国大陆跟美国在雷达之间的差别，美国用的是就是叫做这个另外一种雷达，哦，那中国大陆用的呢是氧化镓，然后呢，美国用的是砷化镓，所以这种雷达的差别，光是这个东西都要用到镓，都已经被管制了。我觉得大陆这边呢，现在的做法是，第一个是回敬，回敬是从8月、9月到现在为止，美国还是持续的，虽然进行4次的贸易谈判，但持续的对中国大陆采取一些制裁、科技，然后呢长臂管辖的这些制裁，所以他回敬他，而且用最打到痛点的这一招。第二个是筹码，中美之间其实大概不会完全的脱钩贯链，也不可能玉石俱焚，那个对两国都会伤害很大。对，所以他们会持续的谈判，所以这个是变成一个未来谈判很重要的筹码。那第三个呢，我觉得就是新秩序，也就是美国你不可以再用这种方式，这种制裁的方式，你要用互惠平等的方式来去建构中美之间的贸易跟科技合作关系，否则再这样下去的话，那双方我们到时候看谁打得比较痛。对，你的100%只是你的市场，我的稀土就卡到你真正的脖子了。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